公子，你以前见过这位佛子吗？没有呀。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厉害？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？你不觉得他厉害，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法，也不了解佛门。佛门的恐怖远超你的想象，而佛门当中有一种光头是最不能招惹的。哪种？那就是以魔入佛的妖僧。这种光头可以说是难缠到了极致，他们没有佛的慈悲，没有魔的广广，佛魔皆是一体，不分彼此。说得更简单一点，佛和魔的优点他们都有，但是缺点却一点都没有。你不了解佛法，所以你领悟不了我说的意思。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假设你要灭狂龙堡，而他要阻止你，如果你执意灭了狂龙堡，那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？杀了我，给狂龙堡的人报仇？并不是，最后肯定是要杀你的，但过程没这么简单。他会抢在你前面灭了狂龙堡，然后再想尽办法弄死你。为什么？他不是要阻止我灭狂龙堡吗？怎么他还杀起人来了？原因很简单，当他阻止不了你灭狂龙堡的时候，这份因果早已注定。为了替你免除这份杀孽，自然要帮你灭了狂龙堡。狂龙堡因你而灭，这份恶因得你自己吃。他既替你挡了杀孽，又应了狂龙堡的因果，最后你功德无量，他却要下18层地狱。这道理听着荒谬，逻辑却完全说得通，太可怕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精通佛理，与我佛有缘，不知施主愿不愿意遁入空门，早日荣登西方极乐世界？妖僧，你想干什么我不管，但你最好别来招惹我。以魔入佛的门道，我了解的比你深。若是惹恼了我，把你的光头摘下来当球踢。阿弥陀佛。今日天骄齐聚昆仑圣地，也是天下的幸事。如今天命现身，可谓是万载难逢的机缘。我昆仑圣地愿意牵头，联合各方势力，共同支持天命者承载天命。天命？什么天命？难道传闻是真的？圣主，你说的这个天命是什么东西？他凭什么有资格让各方势力一起支持？天命者，世间最强者的传承，上一位死去，下一位便育儿而生。只要天命者承载天命，修行者就不受天道压制，这就是宗门支持天命者的原因。照你这么说，上一位天命者已经死了，可我从未听过什么最强者。若天命者真的存在，他从前为何不现身？据古籍记载，3万年前，这一时代的天命被击碎，承载天命者也随之失踪。正因天命破碎，这3万年来修士寿元缩短，境界受限。如今新的天命诞生，我们必须保护天命者。连天命者都会出意外，当年击碎天命的存在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？既然圣主说中田要全力支持天命者，那在下斗胆问一问，怎么确定谁是天命者？天命者的身份又是否可以更改？谁开启了新的天命，谁便是天命者。但天命者也并非一成不变，若是有后来之人战胜了天命者，那么获胜的人便会获得承载天命的资格。那如果打不过天命者，然后用人数把天命者堆死，又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天命会重新寻找人选，直到有人成功承载天命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各大圣地现在要疯狂招揽人才，他们是在广撒网，想找出隐藏在人群中的天命者。就算找不到，他们也要找出天命者之下的第二强者，到时候把最开始的天命者弄死，天命自然落到了第二强者头上。看来72狼烟接下来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了。照目前来看，天命者是唯一的，一旦阿力暴露，必定会被群起而攻之。对付一个昆仑已经够吃力，想帮阿力夺取天命，必须破局。子府圣主至今没有道侣，如果能让阿力获得一方圣地的支持，最牢靠的联盟方式不就是联姻吗？公子，公子！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天骄大会已经开始，我们就进行大会的第一项吧。大会第一项乃是论道，夺得魁首者可拥有此物。八九玄宫的残页，我苦寻这么久都没发现一点影子，居然出现在这里。这天骄大会还真是我的大机缘，魁首我拿定了。此物坚不可摧，而且锋利无比，乃是由玄黄母金所铸，上面更是记载着一篇玄奥无比的功法。至于能不能破解，就要看诸位的机缘了。陈长生，
我要挑战你！我好心招揽你，拿你当道友，你竟然看上我师父，想当我师娘，这口恶气绝对不能忍！紫宁姑娘，你别激动，刚刚的事情……住嘴！此处乃是天骄大会，在这里只有大道之争，休要顾左右而言他。若是你怕了，认输便是。认输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在下想要。这样吧，你先打赢了我身边这丫头，然后再来挑战我。对付你这种黄麻丫头，哪还轮得到我家公子出手？我来就够了，看你还有几分姿色。要是你输了，给我家公子做通房丫鬟如何？没问题。要是你输了，你家公子得给子府圣地留下一份血脉。现在的年轻人都玩得这么大的吗？此次比试乃是切磋，所以就不动刀兵了。规则很简单，出圈者输。二位天骄可有异议？没有。达到了本我境，此战这丫头已经赢了。这公孙怀玉出手明显还不够圆软，这套体系他还未练到家。在昆仑石坊时，他还不是这种路数。陈长生消失1个月回来，他便有了这等逆天功法，此子深不可测。阿丽正在闭关，我要为他争取时间。只要我守住秘密，他们的注意力就会一直锁在我身上。江圣主，论到胜者能得玄黄母金，现在没人挑战我，奖励能先给我吗？奖品自然是要给获胜者的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要询问一下其他小友是否要继续挑战。丫头，我看有些人想用车轮战来打你啊，待会儿有谁敢向你挑战，你就给我下死手，等打不动了我们就认输。宝贝再好也比不上人重要。知道了，公子，我保证下死手。既然诸位小友都不愿挑战公孙姑娘，那此次论道……且慢，江圣主，在下愿意挑战陈公子。小僧也愿意与陈施主论道一番。从这姚莹莹来到大会起就一直心不在焉，显然既不关注玄黄母金，也不关注我，现在却突然跳出来挑战，我看都像是受人指使，在给什么人扫平障碍啊？有意思，不来的时候一个都不来，来的时候一下就来了2个。行，那本姑娘就陪你们玩玩。丫头，你下去歇会儿，这次我来。公子我没问题的，而且你也不能一个人吃独食啊。这个光头交给你，我去对付那个姚莹莹，分工很清楚嘛。丫头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有些时候境界之外的东西也很重要。这些人心真黑，怪不得瑶光圣子迟迟不出手，原来是和陈长生联手了。幸好我刚才没贸然上去，不然非得被他们俩围攻不可。能与中庭最神秘的天骄论道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姚姑娘过谦了，无恨阁的无情天书威名远扬，能见识到无情仙子的无上道德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对了，不知道仙局想要怎么个比法？听闻瑶光圣子天生便拥有一块仙骨，配合瑶光圣地大罗天仙诀，更是威力无穷，不知可否见识一下？没问题，仙局请吧。天下道法万千，你走的道很强，但这不是你自己的道。和我交手，用别人的道你赢不了。好强！我原以为修炼了新体系，同辈里再无对手，现在看来还是太天真了。丫头，你天赋不差，但还没找到自己的道。一味模仿我和你师父，永远看不到山巅。对付一般人尚可，遇到明悟大道的天骄，师祖早就料到了今天这局面，怪不得他总爱叫我丫头。我果真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黄毛丫头。公孙女施主看破虚妄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少和我扯这些。身为妖僧的你，讲究的就是随心所欲，整天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，你不累吗？施主身上有佛性，
遇到佛门中人，自当按佛门规矩来。行，今天就按照佛门规矩来，只动嘴不动手。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和尚，论实力他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论佛性你差远了。既是如此，想必施主应该与那位高僧变法过吧？变过，而且变过很多次。至于输给我的次数嘛，大概是这么多，2次、20次。施主还是直接说吧，小僧是猜不到答案了。那位大师总不可能输给你200次吧？不是200次，他输了我20年。是一休，那个不会说话的光头。虽然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打10个他了，但我永远都不会觉得我强过他。若他们没遭遇那些意外，和我一样熬过那个艰难的时代，该是何等惊世的程度。施主果然佛缘深厚，那小僧就斗胆讨教了。敢问施主，等等，施主还有何事？变法归变法，但我不以佛法和你辩论，我以道法和你论上一论。敢问何为佛？度世人者为佛。错，何错之有？佛本无生为相，故芸芸众生皆为佛。你说度世人者为佛，那就说明你还没领悟佛法的真谛。人生有8苦：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我佛门有无上经，使人超脱苦难，抵达彼岸。敢问道门有何方法使人脱离苦难？道法自然。何为道法自然？顺应本心，便是道法自然。生时纵意人生，老时颐养天年，病时心境豁达，死时落叶归根，爱时轰轰烈烈，怨时砥砺前行。佛法度人是教世人忘记8苦，而道下是让世人直面8苦，记住8苦。生老病死、爱恨别离，本就是人生必经之事，与其想方设法放下，不如坦然面对。当你真正懂了人生6苦，便不会再有求不得、放不下的执念。佛门教人忘记世间8苦，可是我自己却求不得、放不下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会不远千万里来到中庭参加那天教大会。玄心，你到底是魔还是佛？小僧知晓佛门48000法，普度众生，自然是佛。既然你是佛，你心中为何还有屠刀？小僧心中无刀，你有，刀就在你手中。佛法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既然小僧心中有刀，那就证明小僧离佛不远了。是吗？你放下了手中的刀，立地成佛，那我手中的刀呢？佛门48000法，不知可有佛法度我？若是我屠光天下佛陀，然后再放下屠刀，还可以成佛吗？佛无不度之人，只要施主愿意放下屠刀，自可成佛。笑话！我心中屠刀缘你而起，你不死，我这屠刀如何放下？想要我放下屠刀，你要先放下你心中的屠刀。从你踏出北漠佛国开始，你让所有人都拿起了心中的屠刀，你这是渡人还是杀人？这就是变法吗？怎么感觉像是在胡扯呀？公孙姑娘，你小声点。陈兄和玄心谈论的乃是佛法大道，这样会被人笑话的。他们的谈话哪里有什么佛法大道了？他们俩都精通佛法，却不把佛法挂在嘴上，而是用本质提问。陈兄问玄心是魔还是佛，本质是在问他的道。玄心说自己是佛，是在说他在普度世人，而陈兄说他是魔，是因为他在杀人。什么杀人渡人？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？玄心从北漠而来，一路挑翻了19座据点，这期间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贪嗔痴恨。佛陀普度世人，又怎会主动引起世人的负面情绪？所以从这个角度，陈兄说他的行为是魔。当然，精通佛法的玄心自己也明白这点，所以他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意思是他会帮助天下人放下因他而起的屠刀。然后呢？既然他都想好了，为什么又会走火入魔？这就是陈兄的高明之处了。玄心想让世人放下屠刀，可陈兄却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屠刀的根源就是玄心自己。医者不能自医，根源在他自身，他自己是无法解决这个悖论的。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，玄心退出天教大会不就行了？玄心退出当然可以解决陈兄的问题，但你有没有想过玄心为何而来？他抱着弘扬佛法或其他目的前来，如果现在退了，就等于承认他之前的一切都是错的。一个修行者心中的执念岂是这么容易放下的？可如果他不退，
就会让更多人拿起一把无法放下的屠刀，让世人拿起屠刀，这岂是佛陀所为？阿弥陀佛，小僧输了，多谢智者让小僧看清楚心中的屠刀。好歹也是北漠佛子，真把他道心说废了，北漠那帮老和尚估计要找我的麻烦，适可而止吧。瑶光圣子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姚妍妍心服口服。天骄之所以是天骄，除了天赋，还有一股谁也不服的傲气，能让姚莹莹这种顶级天骄心服口服。这个瑶光字子果然有点东西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老夫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论道了。这玄黄母金何该小友所得？多谢圣主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在下想请小友共赏明月，还望小友今晚务必前来。今晚来我房间。你们非得赶到一起啊！今晚上我还睡不睡觉了？不睡觉我会长皱纹的。星河先说吧。先生，我父皇他死了，我亲自埋的。荒古禁地没有什么长生之法，求死之道倒是多得很。我活到现在和荒古禁地无关。你为什么要插手天骄大会？这不是你的性格。还有脸说？看看你们教的徒弟，毛都没长齐就出来闯荡，无非是想护着他们自己扛事儿。可你们掂量过自己的斤两吗？你们能行吗？从你们徒弟的修行路数，我就知道你们在心道上没走多远。你们这些活了1800年的人，快到头了，知道吗？金丹体系化其千载寿元便是极限，就算推演新体系想活一世，终究还是太难了。那长生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争夺天命，让你们几个不成器的家伙再活一段时间。公孙怀玉身上的修炼体系对寿元的帮助远比金丹体系要大。虽然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棺材，但我最近没心思埋你们，你们还是再活一段时间吧。所以你打算亲自争夺天命？我争夺不了天命，我的性格不合适。但是有一人我觉得还不错，此人便是72狼烟的统领乌力。你这么看重他，这个人该不会是你的儿子吧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人家的身份。我清清白白的一个黄花大小伙子，你可不能随意污蔑。这小子是我从一个地方带出来的，品性、天赋都不错。另外，我和江不凡有仇，我估计要找时间弄死他。长生大哥，那个江不凡怎么惹到你了？700年前我来到了昆仑圣地，当时江不凡还是准圣子，他想请我出山帮助他，结果我表面答应，背地里放了他的鸽子，找不到我，他就把气撒在了乌力身上。这也是72狼烟和昆仑圣地结仇的原因。700年了，故人再见，他一定会察觉我的秘密，就算现在看不出来，以后也会看出点东西。所以为保险起见，我得弄死他。我帮你。先生是玄武国的国师，与先生为敌，便是与玄武国为敌。好了，这些事情以后再说。你们3个先把自己顾好，抓紧时间巩固修为，调整好状态。外面的那些小家伙我会去教的，虽然他们的行为还有些稚嫩，但也还看得过去。我有预感，接下来要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心中一直有股隐约的不安。可是这次的天骄大会，西周的天骄迟迟没有现身，这让我很奇怪。西周乃是妖族的聚集地，他们不来参加人族的天骄大会，情有可原。道理是这样，但现实说不通了。妖族和人族并非死仇，就算只是走个过场，西周也该派人来。可是别说人影了，我连西周天骄的半点风声都没听到。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问题？长生大哥，那你的猜测是什么？没有猜测，因为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太少了。天命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天地规则变化造成的影响比我想的要大。我现在严重怀疑，天命的出现会把一些恐怖的存在给调出来。恐怖的存在？难道是指青铜古殿里的巨手？荒古禁地在玄武卓范围之内，最近这段时间有异动吗？一位砍柴的樵夫说，他看到有一具棺材从山里飞了出来，具体来自哪里不知道，但方向应该是荒古禁地的方向。因为樵夫和禁地相隔千里，所以我当初没把这具棺材往那方面想。
纵观玄武国史书，也从未有生灵能从荒古禁地当中出来。现在你这么一说，这具棺材真有可能是从荒古禁斗里出来的。你们呢？别告诉我你们那里也出问题了。青铜古殿下的不祥，近100年来异常安静，但是在3年前，有人在青铜古殿上留下了一个掌印。什么人留下的？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？自从一休死后，你们不是一直轮流守着青铜古殿吗？以你和宋远山的实力，怎么可能察觉不到？不是轮流看守，我们俩是直接坐镇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师哥在研究修行之路，可我从冥想中醒来时，墙上就多了一个掌印。那次冥想的时间很短，也就是短短的1个时辰，而且那面墙壁距离我只有20步，你师兄离得更近，他背靠墙壁，那个掌印距离他头顶只有3尺。远山，你当时也在冥想？没有，当时我在翻阅古籍，企图推演出新的修行体系。如果不是狼皇提醒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背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掌印。另外，那掌印旁边还有一件东西。怎么，这件东西你认识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因为这个木雕是我亲手雕刻的。普天之下，只有我才能雕出这样的木雕。先生，你怎么也有这掌印？难不成这掌印的主人也是你的朋友？木雕的主人是我的故人，但掌印的主人我不清楚。这2样东西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我这张拓片是从另一座青铜古殿得来的。青铜古殿？那是什么地方？当时那座青铜古台下的不祥已经消失，掌印旁边还有一行字，原文是“除一大害，为天下贺”。长生大哥，你说的留有掌印的青铜古殿在哪里？是乌力的家乡。乌力一族本就是看守青铜古殿的存在，后来种族没落，我带他离开了那里。可是时至今日，我也没弄明白乌力的家乡究竟是在五洲的哪一个地方。世界之大，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天命这东西，果然把很多厉害的存在给调出来了。看样子我的计划要加快了，至少得先弄明白天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以及如何确定天命之人的身份。长生大哥，你先把事情说清楚再走嘛。完颜月的心思我一清二楚，现在突然蹦出一个神秘的木雕主人，这事儿可太有意思了。你要是平时多看点书，现在就不会好奇这木雕的主人是谁了。长生大哥，这话说的不对，你自己都说了，这木雕是你亲手刻的，普天之下没人能仿。可他不开口，我们上哪儿知道是谁去？为什么不能知道？这个木雕的主人，你们不但应该听说过，甚至还见过。大前皇朝还在的时候，玲珑宗差点和天佛寺联姻，这事在大前皇朝流传了近100年，你不会没印象吧？长生大哥，你别拿着陈年老事忽悠我。他说这只是个误会，玲珑宗那位仙子是他长辈，当时只是起了爱才之心而已。说你脑子笨，你还不信？既然你知道这件事，那你更应该知道，当年一休和玲珑宗的仙子结缘，就是因为一个木雕。如果你的直觉再敏锐一点，去查查当年一休送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木雕，你就会发现，一休送出去的木雕和我手中的这个是完全相同的风格。长生大哥，一休禅师送木雕的时候，你应该还没加入上清观吧？没错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谁规定我只能在加入上清观之后才能交朋友？一休当年送的木雕是我让他送的，所以那木雕的主人正是玲珑宗的天骄长生仙子。还有，一休和我的交情你们都知道，但他应该从来没跟你们提过我们俩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吧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居然就没产生过哪怕一丝丝的疑问？他说的竟然好有道理。一休比我们大了快100多岁，而他入上清宫时才20岁出头，无论怎么算，他们当年都不该认识啊！难道这就是老话说的当局者迷？这也不对啊！当年的长生仙子乃是玲珑宗千年难出的天才，他一心修行，这么清冷孤傲的人，怎么会收你送木雕？就算你和他认识，也不太可能吧？送木雕这种东西，很容易让人误会的。他收了。我全名叫什么？陈长生。
知道就好。懂了，长生仙子口中的长生一直有两重意思，一个是他追寻的虚无缥缈的目标，另一个是人。他早就知道陈长生能够永恒，所以才执着的追寻长生，就是为了一直陪伴他。一休禅师在世时曾隐约劝过我，让我不要继续等了。他说陈长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一直为执念而活只会徒增痛苦。他还说曾经有一个人更加执着，但依旧没能留住他。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更加执着，现在我明白了。到底是怎样的执念才会让一个女子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长生，只为能够更长久陪伴在他的身边？这美妙的误会实在是太好玩了。如果等一下进去，我真的提出和他结为道侣的条件，这位单身了700多年的大龄女修士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女施主，我来给你送茶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也在？我为什么不能在？进来吧，我师父在等你。好恶心！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我真想一剑劈了他。师父，为了宗门，您真是受委屈了。陈公子天资卓越，乃千年奇才，不知师承何处？在下无门无派，一身本领自学而已。东荒3位道友与公子关系匪浅，莫非是其传人？圣主说笑，谁还没几个朋友故人？就如子宁姑娘认识江长老，总不能也是他传人吧？言之有理，不知公子如何看待我这猎徒？气质堪比仙子，中庭3大美人名不虚传。既然公子看得起，我便做回月老牵线，意下如何？圣主说笑，我与子宁姑娘只是君子之交。乱世孤身难成事，我子府开得起价，更有诚意。哼，公子总不想和72狼烟贼寇混为一盘吧？子府圣地开出的价格确实诱人，但我对黄毛丫头不感兴趣，我要的是你。放肆！陈长生，真以为子府圣地非你不可？出去！师父，出去！你的潜力确实很大，但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。我喜欢那种霸气无边的男人。换个要求吧。哈哈，妙极了！心静如水，动若观火。我的眼光果然没错。今天我来这里的目的和你一样，也是来做月朗的。恰巧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霸气无边的男人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口中那个男人是怎么个霸气法？白手起家，纵横中庭无敌手，搅得各大圣地鸡犬不宁。这样的男人，够不够霸气？这件事情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他的想法？当然是我的想法。那家伙对男女之事就是个棒槌，指望他醒悟，这辈子都是光棍。你与江不一是同时代的天骄，但700年前你们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。如今子宁败了，意味着子府圣地还要被昆仑压上一头。即便你能找到新奇才，成长又需多少年？现如今有一个现成的霸主堡在面前，你真的不动心？听你的语气，72狼烟似乎是你在当家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需知道我能做主。如果不合适，这桩婚事就此作废，如何？不够，支持他意味着子府将成中庭公敌，这个风险太大了。如果再加上我呢？你和乌力的事要是成了，我陈长生可入住子府圣地300年。一言为定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关系了，
不知圣主可否说一说，到底什么是天命？是一个时代气运凝结之物，便是当世在天命者。不论后来之人如何精彩别艳，终会被压上一线。只有等天命者死去，后来之人才有资格争雄。你一直在诉说天命者的强大，那这天命者到底有多强？能详细说一下吗？承载天命的生灵多强，没人知道。但是根据子府圣地的古籍记载，唯有天命者才能征战禁地，全身而退平。天命者是有机会推平一座禁地的。推平一座禁地，这简直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强大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天命就更感兴趣了。可是天命这东西虚无缥缈，谁脸上也不会写着我是天命者几个字。准确的说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把天命者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，在他承载天命之前成功他弄死？各大圣地既然要扶持天命者，自然有寻找的手段，而其中夺我子府圣地的方法最为有效。这是我子府圣地的圣甲虫，乃是万虫之首，刀剑难伤，水火不惧。此虫有一个特性，那就是喜欢气运深厚之人，而且还会根据不同的气运反映出不同的颜色，其中绿色最弱，蓝色稍好，橙色为优秀，紫色已经是万中无一。当碰到天命者的时候，圣甲虫会发出耀眼的赤红色。除此之外，那些与天命者因果颇深的人也会发出赤红色，只不过没有天命者那般纯净罢了。这只圣甲虫在4万年前曾经测试过天命者启蒙恩师的气运，当时圣甲虫直接绽放出了红紫两种颜色。吗？你干了什么？圣甲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所有天骄在进入昆仑圣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暗中检测了一遍。当时你的气运只是紫中带着一丝红色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你就算是天命者的亲儿子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虫子是你拿出来的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说所有天骄的情况，在进入昆仑圣地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检测过了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开启天命这件事是在你们检测够发生的？毕竟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启天命，不然你们早就做了。天骄大会期间，所有人都在圣地严密监视中，开启天命动静绝不会小。那段时间，只有你脱离了监视。破案了，看样子开启天命的人是谁，我已经猜到了。这么大一个馅饼砸下来，我的计划又要改动了。眼前的情况确实有些偏离我们的计划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另外，我想问一问，你有没有办法弄死这只虫子？陈长生的气运红成这样，说明他与真正的天命者关系极其亲密。结合72狼烟的反应，真正的天命者是谁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本想拉拢一个能与天命者抗衡的天骄，没想到连真正的天命者也一起送上门了。单看这圣甲虫的反馈，陈长生绝对是天命之下第一人，天下第一、第二强者都入我子府囊中。若不能成为天下第一，我干脆掀了这府墙烂瓦。圣甲虫乃是我子府圣地的宝物，就算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消灭它。不过我可以将其封印，这样其他圣地就不会发现你和乌力的身份了。毕竟，其他圣地寻找天命者的手段比圣甲虫差远了。这就是万虫之首。现在不是了。那个，你们家还有圣甲虫吗？没有了。几万年以来，这是子府圣地仅有的意志。既然都已经谈妥了，那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先前你没有反悔，现在你想必更不会反悔了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就算你想牵红线，那你至少也该让我们见一面吧。我好歹也是子府圣地之主，总不会喜欢上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。这个事情我帮你想好了，过段时间我会让72老烟去绑票，到时候你自会见到他。正好你也可以检验一下这个开启天命的男人到底有多强。如果连你都打不过，他也没资格承载天命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能耐。另外友情提醒一下，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乌力。也就是说，他在绑票的时候会全力出手。你如果手下留情，是会被痛揍的哟。我有个问题很好奇，如果我成为了开启天命的人，你会爱上我吗？如果真的是你开启了天命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干将，也可以成为你的盟友，但我绝对不会爱上你，因为你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
这个回答真让人伤心，毕竟我对自己的容颜还是有些自信的。不过这样的回答显然更符合我的心意。师傅，那个家伙没有出言放肆吧？3万年来第一个开启天命的男人，听起来好像真的很霸气。这样的男人到底会长什么样呢？师傅，你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好不好？我真的很难接受啊！你这种行为放在凡人的口中叫做老牛吃嫩草，你知不知道？宁儿，从明天开始，陈长生就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而你要寸步不离地保护他。师傅，你让我保护他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他需要我保护了？叫你去你就去，难道连师傅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我与乌力的私情终究只是小事，真正的博弈是72狼烟与子府圣地的联手。乌力是天命之人，身份早晚会暴露。陈长生想利用他自己的神秘感来干扰外界，为乌力争取成长的时间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输了万劫不复，赢了便能纵横天。以自身为饵，以子府圣地为暗柱。陈长生，你到底是谁？东荒势力与你交情肤浅，72狼烟传人被你当成丫鬟，中庭各大势力你如数家珍，连瑶光圣子都对你退避三舍。你绝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你身后的那层雾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散开？哎呀，真是累死我了！这些圣地就不能聚到一块儿开会吗？非要我一个一个的跑？哎，谈来谈去全是老一套。我拒绝他们的条件，他们就给我立个暗地约定。呵呵，成不了朋友也别成敌人。这种鬼话谁信谁是傻子。真到了争夺天命的时候，这帮人不背后捅我一刀，我都得烧高香感谢他们积德了。姚莹莹在天骄大会上突然挑战我，无恨阁绝对有问题，得先去摸摸底。江不凡从准圣子一路爬到圣主之位，把昆仑经营成中庭第一圣地，这家伙是个狠角色。难啃的硬骨头，还是留在最后慢慢啃吧。真是不好意思，现在才来见师太，还望师太恕罪。来了就行，早一点和晚一点没什么区别。坐吧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师太有什么话不如就直说吧。据我所知，无恨阁历代传人都是女弟子，照这样的情况来看，无恨阁对我起招揽之心的可能应该不大吧？你既已知晓无恨阁的规矩，无恨阁的传人自然不可能是男子。之所以邀请你前来，是有另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哦，不知师太有什么事需要晚辈帮忙？若是一些小事，晚辈自然不会推辞。这是请你出手的代价，你先看看再说吧。血手保身，吞服之后会将吞服者的气血提升一个档次，而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如果在下没记错，这应该是无恨阁的镇阁3宝之一。现如今师太将3宝之一都拿了出来，师太想要做的事情应该不小吧？公孙怀玉身上的修行之法堪称旷古烁今，精气神混元一体，内外无缺，但所需资源大大增加。灵力好补，但人族孱弱，壮大肉身的资本之物必不可少。这血手保身能助你更上一层楼。东西你可以带走，但你需要杀了玄心。师太，血手保身确实是难得的宝贝，但我也不是穷兵蛋，用这么一件东西就想让我去杀北漠佛国的佛子，这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？光凭这么一件东西当然不够。等你杀了玄心之后，我可以让莹莹为你留下一份血脉，她和你诞下的子嗣一定会成为最耀眼的天骄。这个玩笑可不好笑。我虽然貌比潘安，但也还没自恋到认为所有女人都会喜欢我的地步。道侣这种事情讲究你情我愿，你总不可能……你打算动手段？是的，想要将无情天书修炼到最高境界，需要做到无情无欲。可是他偏偏爱上了北漠佛国的佛子，虽然他没有违背我的命令和玄心分开了，但他心中始终忘不了玄心。杀了玄心，诞下子嗣，他的心就会彻底死去，并且能将忘情天书修炼到最高境界。哼，怪不得玄心在天骄大会上变法输得那么快，原来是心有执念呀。佛国的佛子是不允许有道侣的，他能来参加天骄大会，恐怕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。没错，玄心硬闯佛国罗汉大阵，
并且以入魔为代价看离开。你杀了玄心，北漠佛国不会太过为难你，以盈盈的身子作为弥补，你不吃亏。说实话，你真让人恶心。姚依依因为你忍痛割舍心中所爱，而你居然在背后算计他。我如果是他，你得死。是无恨阁万年来也最契合无情天书的传人，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只他能练成无情天书，成就无垢体，就算是要我的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灭绝师太，好一个无恨阁，我陈长生长见识了。这件事情我做不了，师太你另请高明吧。你不答应，也会有其他人答应。其他人答应，那是其他人的事。反正我陈长生不会做这种恶心的事情。你算计你的徒弟我不管，你杀玄心我也不阻拦，但你千万别让这种事在我眼皮底下发生。如果让我看到了，那我可就要管一管了，因为你真的恶心到我了。丫头啊，当初你入修行界，我一直担心你遇到修行界的丑陋。事实证明，你真的没有让我担心。你走的是另一条路，这条路虽然孤独漫长，但却不会像我这样遇到很多恶心的事情。我这红尘路虽然精彩，可也扎心得很哟。真是抱歉。江圣主第一个邀请在下，可是在下却最后一个来见圣主，在下真是罪该万死呀！看不到明月，看看日出也不错。小友请坐。江圣主不打算开出招揽我的价爪吗？小友误会了。我从未想过招揽小友，邀请小友前来只是为了叙旧罢了。其他人招揽小友，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不够自信，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700年前如此，700年后也是如此。江圣主真的这么自信？如今天骄辈出，想从中杀出一条血路，这绝对是难如登天的事情。不知江圣主的自信从何而来？自信自然是来源于实力，我的自信来源于我自己，就如同我当年一样。当时没有人相信我一个准圣子能取代真正的圣子，也没有人相信我能在所有人的反对下坐上圣主之位。甚至当时有长老扬言，只要他一日不死，我就一日坐不上圣主之位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还是坐上了圣主之位。而且为我加冕的人正是当初的那位长老，当时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不甘，但脸上又不得不表现出谄媚的表情。你是不知道他当时的样子有多滑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江不凡能坐上圣主之位，虽然有我自己的努力在里面，可有一个人的功劳是永远都无法磨灭的。小友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乌力。他才是你登上圣主宝座的最大功臣。你战胜原有的圣子江峰，并且取代了他的位置。你要坐稳圣子之位，那就只有不断的立功。所以你就是72狼烟最开始的资助者。一针见血，小友眼光果然斗烂，挑选乌力做我的对手，这是我这辈子最正确也最错误的选择。他真的很强。每过一段时间，他的实力都会发生质的改变。正是因为他展现出来的强大压力，我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昆仑圣地的权利。因为当时只有我才能与乌力抗衡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发现乌力不但天赋极高，脑子也不笨。我利用他掌控昆仑，他也在利用我壮大自己。等我彻底掌控圣地时，我发现我居然杀不死他了。至今想起，心中还是有些许懊悔啊。江圣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继续拐弯抹角下去，得聊到什么时候？就喜欢小友这种聪明人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需要你替我探路。瑶光圣子、南园巴图鲁、北漠玄心、无恨阁姚莹莹，再加上一些还没露的厉害人物，这些人加在一起，我也没有办法将他们一击必杀。我太了解这些天骄了，若不能做到一击必杀，下一次他们就会变得更强。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我自然不会犯和敌人一样的错误。
如果我不这样做呢？那我就绞杀你，不管你想干什么，我都会阻止你。我知道你找了帮手，他们或许可以保住你的命，但绝对无法彻底拦住我。有了我的干预，你觉得你还能争夺天命吗？同样的招数，相似的情况，你就不怕再培养出一个巫力？不怕，因为人总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可是我开辟出来的路，别人也可以走。万一我身后也有像你这样的人呢？有就有呗，对付一个总比对付一群要好。天命之争到了最后，一切计谋都会失效，真正能决定胜负的只有自身的修为。我承认我的天赋比巫力弱一些，所以这700年里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短板，准备了整整700年。我也很想知道结果。小友的性格和相貌与我一位故人十分相似，当年我被那位故人耍了一次，为了防止合作再次出现变故，我决定帮小友一把。你且看那边。公孙怀玉，别急，戏还没演完。小友，你要是早些来，这丫头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。不过她真的很强，一夜过去了，居然还没死，看样子是真的命不该圆。救人要紧，放狠话是现在最愚蠢的行为。蝴蝶谷，怀玉为什么会去那边？若是他出了事，弟弟也危险了。这个时代的天骄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们居然会弱成这样。从踏入中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听说什么狗屁的72牢烟，原以为传人会有多不凡，没想到连我的宠物都打不过，真是可笑。要战便战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只不过是72狼烟里的一个小喽啰，碰上我们真正的天骄，你估计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。哼，那好，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小喽啰，然后再去把你的什么72牢烟彻底抹除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天骄。这才有点看头。不过你的速度太慢，似乎打不到我。宰了他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你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与我交手。圣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昆仑圣地到底还能不能保证天骄的安全了？诸位不要误会，这只是一次切磋而已。这几位小友也是参加天骄大会的天骄，因为来得晚了些，所以才没来得及向诸位介绍。这4位是来自西周的天骄，而这位是来自圣墟禁地的天骄。中庭之地，不过如此。你们哪一个不是安分守己？如此猖狂，就不怕天命之人去圣区禁地走一趟吗？天命者的强大我不否认，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承载天命，吾乃天命所归，你们这些人终究只是陪衬罢了。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看了，现在你要是敢继续动手，小爷把你的翅膀拆下来烤着吃。要是不信的话，你试试。天上的鸟儿飞得再快，终究会被猎人打下来的。猎人打猎不假，但也要看看猎物是什么。如果猎人的猎物是一只雄鹰，那么猎人不但会打不到猎物，反而会被猎物杀死。方千城，根据瑶光典籍记载，最后消失的古族
乃是背生双翼的天翼族。5000年前，天翼族曾经诞生了一位天骄，天生风雷双翼，其速度可达世间极致，故此取名方千城，其寓意为得此麒麟子，千城不换。哈哈哈哈！5000年过去了，想不到还有人能记得曾经的往事。你很不错，够资格做我的对手。哼，不过在杀你之前，我要先撕烂这个家伙的嘴，因为他的嘴太令人讨厌了。江圣主，第2场天骄大会比什么？第2场比手段。昆仑圣地西边3000里有一处神元矿，矿脉里出现了恐怖的诡异。若是谁能消除诡异，这处矿脉便送给他。但考虑到诸位小友状态不佳，比试延迟5天，期间任何人不能离开昆仑圣地。知道了。任你多么天资绝伦，终究是逃不脱我的手掌心。方千城重伤公孙怀玉，我倒要看看5天之后你陈长生会不会拼命拿出真本事。我要闭关5天，在此期间，我不见任何人，也不准任何人来打扰。你们4人亲自坐镇，并且隔绝一切探查。这个时候闭关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别人不懂，但我知道，他这是要准备替人送葬了。开始。江不凡，你这么想让我替你扫平障碍，那我就好好的满足你一回。另外，你这天骄大会的动静太小了，我帮你弄大一点。方千城攻击怀玉，绝对是江不凡在引导。只要我跟方千城厮杀，其他天骄必然站队，他甚至会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。江不然，想让我当你的刀，那我就连下棋的人一起砍了。哼！啧啧，龙盘虎躯，藏风聚水，果然是一块上好的龙脉之地。这样的地方最适合用来布阵了。化灵为凶，借脉杀敌，天哭阵连石都要一并抽干。若不是他最近修为小有突破，布置这等绝世凶阵，恐怕10天都完不成。这个程度应该够用了。那个鸟人飞得这么快，一般阵法还真拿不住他。只可惜，飞得再快的鸟也逃不脱猎人的天罗地网。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呢？没道理啊，这种地方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呀。不应该啊，为什么凡人的风水书显示这里是大凶之地，而阵法角度却是上好龙脉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百年老枭成木魅，笑声避火朝中起。凡人羸弱，所以对萧和木髓这种微末之物极其敏感，而修士眼高于顶，反而会忽略这些最底层环境变化的预警。按照这个推理，是有东西正在强行改变这里的地势，只是龙脉太强，暂时压制了它。能直接影响龙脉的东西，放在传说里也没多少呀。而且这种龙脉，整个中庭也找不到几处，现在居然会出现压制不住的情况，有点意思。
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昆仑圣地果然有种，居然敢在这种东西上面开采神元。这种东西再加上天哭大阵，玩的有点大了吧？不过这好像不是我该操心的事。另外，我下次是真不能手贱了，那东西差点就跑出来了。要不是有龙脉压制，小爷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道友，明天的天骄大会，你可一定要保护我呀！你又在闹什么幺蛾子？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呀？陈兄说笑了，陈兄的实力旷古烁今，怎么会轮得到我来保护？这种玩笑，陈兄还是莫要再说了。不保护我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先回去吧，他们两个的伤没有什么问题。既然这么怕危险，那为什么还来参加天骄大会？直接躲在家里不好吗？听子宁姑娘的意思，似乎是想在明天的天骄大会上保护在下。我师父有令，让我保护你的安全。虽然我讨厌你这个人，但我还是会尽职的保护你。我不敢保证替你打败一切强敌，但我能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跑在你前面。了不得！子宁姑娘果然胆识过人。既然子宁姑娘都表态了，那在下也不小气。只要子宁姑娘明日不逃跑，天骄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亲自传授子宁姑娘修行之法。这套修行之法正是公孙怀玉所练的修行方门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若有半点反悔，我不得好死。不过明日的天骄大会上，你可不能逃跑。没问题。虽然我不是方千城的对手，但是与其周旋一二，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若是我明日主动逃跑，我也没脸见你了。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瑶光圣子都不敢接的承诺，你也敢插手？看你明天怎么哭！陪我去房顶上坐坐。公子，你骂我吧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但是你不要不理我呀。我为什么要骂你？因为我擅自离开驻地，公子也因此和方千城结仇。如果不是我，公子的计划部署不会被打乱，现在也不会陷入被动之中。结仇就结仇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们迟早会遇到这样的局面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丫头，你走的不是散修的路子，所以日后你身边也会跟随着很多人。但是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天底下不是所有人都能不犯错的。如果身边的人犯错，你只会一味的埋怨以及训斥，那么你将无法走得更远。错误已经发生了，就算我骂你、训斥你，甚至杀了你，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。你确实犯错了，但这个错误我还可以弥补，甚至解决它。我可以帮你1次、2次、3次，可是第4次、第5次呢？如果你永远学不会三思而行，到时候谁又来帮你？记住这次的教训就好，同样的错误我不希望你犯2次。对了，那个蝴蝶谷的药童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去哪里闲逛遇到的。少在我面前说谎。我既然问你，那就代表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纳兰圣德。纳兰圣德，这个名字有几分味道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5年前我被昆仑圣地重伤，冲出重围之后我就晕倒了，是他救了我。原来是救命之恩呀，怪不得号称中田妖女的公孙怀玉会如此倾心。既然你们2个都互相喜欢，那就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，别等老了又后悔。公子，你不反对我和他在一起？我为什么要反对？因为纳兰大哥没有修行天赋呀。没有就没有呗。我和你师父是那种让你联姻的人吗？只要你们互相喜欢，这就足够了。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干预。另外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，我和你师父都没在你身边，
你可以尝试向瑶光圣子求助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和他不熟呀。因为纳兰幸德是他亲弟弟，不过纳兰幸德不知道这件事。就冲这层关系，扶摇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如果不是他一直在悄悄善后，你和纳兰诗娥的关系早就被发现了。你真以为你能瞒过所有人？另外这件事情，你不要告诉纳兰诗娥，不然他会有危险的。从来没想过，纳兰大哥居然会是瑶光圣子的亲弟弟。明天的天骄大会，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不要与任何人起冲突，其中也包括方千城。第二，不准深入矿脉。公子，任何情况都不能违反这2条规矩吗？是的，哪怕方千城在你脸上吐口手水，你也不能违背。不但你要遵守，你还要说服其他人也遵守，包括子宁。是的，公子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你果然长大了。事已密成，予以谢拜。明天的布局想要不露破绽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谁也不告诉。第2场比试危险重重，各方圣主亲临，谁都不想自家天骄出现意外。陈长生进了这矿脉，生死可就难说了。你如果怕了的话，可以现在就退出，没有人会笑话你。鹿死谁手尚且未知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太过嚣张。这矿脉之中可是能屏蔽神识的探查，太过嚣张很容易被人敲闷柜的。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我们走右边。公孙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走右边，而且你们要陪我一起。不是你算老几呀？队伍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我想走那边就走那边，你管得着吗？去死呀！子宁姑娘先消消气，公孙姑娘这样做，想必自有她的道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部分人前去协助陈兄，另一部分人和公孙姑娘走另一条路。这矿道四通八达，通往矿脉深处的路可不止一条。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能走这条路。紫菱姑娘息怒，既然公孙姑娘不让我们走这条路，那我们还是换一条吧。陈兄实力强悍，若是我们跟在他身边，反而会让他束手束脚。五行八卦阵，诡异司中宗阵。我该怎么才能让他们把这东西引出来呢？要是万一让人发现是我做的，那我估计得吃不了兜着走呀。公孙怀玉，你够了！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你怕不怕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能进去。公孙怀玉，我承认你比我强，我也知道我不是陈阳生的对手。你屡次三番的阻拦我们深入矿脉，这件事估计不是你的主意。可就算你和陈长生再强，也不能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吧？矿脉深处都是顶级天骄，平心而论，你觉得我们帮得上忙吗？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总之们就是不能深入矿脉，同时你们也不能离开矿脉。不进去就不进去了，他想死就让他死吧。你和他的关系最近，你都不在乎他的安危，
我一个外人在乎什么呀？我现在就静等陈长生的好消息。我倒要看看陈长生是否能一个人大杀四方。这老头竟然是此处的龙脉化身，龙脉不但没能镇压住他，反而被他侵蚀，马上就要化成邪龙了。我刚才的行为直接加快了这个过程，最多1年，他就会彻底破关而出。300丈的矿石层已经被我彻底挖空了，现如今矿道和石室仅仅只相隔3寸左右的石板，以那帮家伙的实力，应该很容易发现问题。如果他们还是按平常那种有事没事都先打一下的习惯，被天哭大阵激发的邪龙，再加上与传说中不化骨极为相似的僵尸，强强联手之下，应该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这种大事想要洗脱嫌疑，自然得有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身份出现在现场。不过里面太凶险，戏要做足，但我自然不会太过深入。想要实现参与比赛但又不深入矿脉的目标，看来就必须得找鸟人帮帮忙了。毕竟现在只有他是我明面上的敌人，阻挡我进入矿脉，然后爆发大战，交手100余招后一个不小心输1招，非常合理。在这矿脉中，外面探查不到里面，不杀别人，别人也要杀你。原以为狭小的矿脉会限制方千称的速度，妖僧，你行不行呀？我记得佛门之人肉身一般都是很强悍的，怎么人家随便挠你一下你就破相了？这位施主拥有天下极速，小僧没有办法打败他。佛门金身若在矿脉中施展，势必会让此处矿脉坍塌。若是矿脉坍塌，陈施主或许可保无恙，但其他施主就危险了，这是小僧不愿意看到的。光头的心都黑，真能编啊！方千人，你屡次3番的与我为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我是什么目的，那就先把你的人头交出来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告诉你的。你真的很让我意外，这一下都没把你弄死，你的命还真大。既然没能杀了你，那我也懒得动手了。滚回去告诉你身后的人，让他把8九玄功交出来。上次给公孙怀玉留了一条性命，这次又留了你一条狗命。若是还不识趣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也要和我动手吗？瑶光圣子，不过如此。主人，陈长生突然落败，恐有蹊跷，我们需不需要小心一些？一些小伎俩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我知道这家伙没用出全部实力，但我同样也是如此。
就算他拿出全部实力，我也照样能将他再次击败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阴谋诡计都起不了作用。陈长生擅长阵法，他故意示弱，无非是想让我进入他的阵法当中。可是他太无知了，他不知道风雷双翼乃是天下所有阵法的克星。这家伙也有八九玄功的残篇，而且他还知道八九玄功的存在，怪不得当初他没有杀了公孙怀玉，原来是惦记背后的八九玄功啊。不过他为什么会说让我身后的人交出八九玄功呢？是了，禁地之中有生灵感知到了八九玄功与天命之人的联系，我与公孙怀玉虽然会用，却不像天命之人，所以他怀疑我背后还有传授者。虽然有点出入，但还真让你猜对了。既然你已经猜到了，那你就更得死了。方虔诚马上就要接近矿脉中心了，自己要抓紧时间跑路，要不然就遭殃了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走吧。这方千城当真这么强？连陈长生这等天骄都败在他的手里，或许他真的有资格与天命之人争上一争。不用管我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宁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要问陈大公子了。谁？够了！败给方虔诚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但我绝不会要旁人帮忙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辩解的。我连矿脉深处都没到达，我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江圣主，我东荒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告辞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？诸位道友，有件事忘记和大家说了，陈长生已经成为了我子府圣界的圣子，如今圣子圣女皆已落败，子府圣界也没脸留在这儿了，告辞。陈长生，你个畜生！你没有受伤？神识虽然能给修士提供很多方便，但有些时候也不要太依赖神识。受伤确实会气息微迷，但气息微迷并不一定代表受伤。下次在没有明确发现伤势之前，最好不要妄下结论。你要干什么？其他圣地的人还在矿脉里啊！我当然是在杀人呀，可我杀的就是他们，不然我为什么演一场大戏给他们看？就是为了摆脱嫌疑嘛。我这阵法虽然厉害，但他们也不是饭桶，大概率是杀不完的，你放心就是。我要是能放心就见鬼了，这种事情要是泄露出去，子府圣地就完了。你布置的是什么阵法？各大圣地可不是这么好应付的。一种上古杀阵，可以利用此处的龙脉进行杀敌。阵法结束之后，方圆千里都会成为一片死地。还有呢，如果仅仅只是布阵，也不值得你大费周章的撇清关系吧。另外，这么急于逃离矿脉，那里面应该还有大恐怖。圣主就是圣主，比一些黄毛丫头有见识多了。那矿脉甲下埋着一具无名骨尸体，而且已经发生了尸变。之所以一直没有爆发，全靠此处的龙脉压制。无名骨尸？你是说这矿脉下面有一具存放了不知多少年且即将发生尸变的骨尸？是呀。这不可能！龙脉乃是地气旗，无论什么样的邪祟都能磨灭。昆仑圣地的这处矿脉放在整个中田都是数一数二的，
在这样的矿脉下面，绝不可能有尸尸会发生尸变。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们，此处的龙脉已经在古尸的侵蚀下变成了一条邪龙。我这阵法是将龙脉变成凶龙，如今邪上加凶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清楚。我们猜到了你在演戏，也猜到了你要搞事情，但我们没有猜到你搞得这么大呀！你这是打算把整个中庭给一锅端了吗？长生，那具尸体到底尸变到了什么程度？不清楚，但应该是那种不在五行能飞天遁地的飞浆之类吧。那玩意儿应该可能不是传说中的不化骨，毕竟这东西从来没出现过，也没人见过，所以我真不清楚。500多位各方掌权人，现在活下来的居然出30个都不到，他竟然真的把中天8成以上的势力给洗牌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跑路呀！阵法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。子府圣地距离昆仑圣地足足有1万多里的距离，无名古尸就算再怎么厉害，也追不到这里。别怕，这里是子府圣地，有上古禁制守护，他进不来的。子宁姑娘，我记得我们曾经有约定，你要在天骄大会上保护我的安全。刚走得太慌忙，好像没给你表现的机会。要不我辛苦一下，再弄个传送阵送你回去。圣子，你就别为难圣女了，她经验不足，以后还希望你多多指点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子府圣地不能不闻不问。接下来我要带着圣地一部分己运前去救援，圣地当中的诸多事宜就全交给圣子你了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打算先回东荒，原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够用了，但是现在才发现，这点本钱远远不够。回去一下也好，不过昆仑圣地的超级传送阵你们是用不了了。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传送道台，每个道台传送的距离都能达到20万里，你们传送个1800次的，也就可以回到东荒了。另外，这是我的一点修行感悟，你们拿回去，说不定对你们有帮助。你小心一点，东荒永远是你的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东荒都能保你周全。知道了，遇到麻烦我会去找你们的。另外，东荒的天骄团我安排人将他们接出来了，地址也在里面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。珍重。陈兄，我们这算是开始独自闯天下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们对我的称呼要变成先生。天骄大会已经结束，没有人再把你们当小孩子看了。你们的世界里不会还有知错就改这种事情了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成败，成则生，败则死。圣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可是等了你许久呀。多谢诸位长老的抬爱，长生真是惶恐万分。初来乍到，有什么做的不到位的，还请诸位长老多多包涵。不用担心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子府圣地别的没有，就是底气特别足。无论你招惹了谁，我们都能保你无恙。大长老，有件事我要和你说一下。这次回来我还带了几个人，我想动用咱家的资源培养一下。留在这儿没什么问题，可动用资源培养不是一件小事呀。你说的那些人应该都是有传承的吧？大长老，我现在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我能干那种亏本的买卖吗？公孙怀玉是我从72狼烟带出来的，这里面的关系我不方便细说，但您老应该明白。
东荒那2位一流天骄以后挂个克丘长老的位置没问题，而且他们接手玄武国和夜月国是板上钉钉的，这其中的价值还用晚辈多说吗？好说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可就得爽快的答应了。我子府圣地最喜欢培养各种天骄，圣子快些带我们去见见这几位小友。这就是圣子带回来的几位小友吗？果然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青年才俊呐！诸位长老过奖了，晚辈定当加倍努力，不负众望。不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呀？你这融入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们还没缓过神呢。我和大长老已经商量好了，你们3个从今天起就是子府圣地的记名弟子了，但是却可以享受内门弟子的待遇，这是大长老给你们的机缘。弟子多谢大长老恩赐。不用多礼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拘束。我们住在圣地的后山，几位小友若有修行上的问题，可以随时来问。子府圣地有一套完善的掌罚制度，只要诸位努力，子府圣地绝不会埋没任何一位天才。圣女，圣子和诸位小友刚来子府圣地，所以对子府圣地的规矩可能不太了解，等一会儿就劳烦圣女给他们讲解一下了。我知道了，大长老。圣子大人，现在就由我来给你介绍子府圣地的规矩吧。虽然以你的手段，不出3天就会和整个子府圣地打成一片，但流程还是要走的嘛。自己一个外人，比她这个从小在这长大的圣女还要受欢迎，闹点小情绪也完全在情理之中。诸位，你们怎么看这个陈长生？气血如铅似汞，可与禁地之子交手而不落下风，实力天赋皆是上上之选。来历神秘，身家颇深，此子绝非池中之物。此子从扬名开始，从未全力出手过，这也就说明他的潜力或许远超我们的想象。然而陈长生的潜力强大不假，可是他身上的麻烦同样也不小。72狼烟与他纠缠不清，其传承更是直接跟在了他的身边。还有天骄大会的意外，圣主也与诸位说了，诸位怎么看？矿脉之下有类似不化谷的存在，龙脉因为某种原因化形成了邪龙，中天8成掌权人已经陨落。陈长生被方千尘击败，所以提前退出天骄大会，后面又用阵法带我们逃离危险。自家圣主的实力与其他圣主伯仲之间，中天8成掌权人陨落，我们这边却丝毫无伤。还有武天下方千成在昆仑圣地的协助下，这个麻烦是不是有些大了？天骄大会刚出世，谁都会怀疑到陈长生头上。长老，你怕是修炼时间太长，把脑袋给练糊涂了吧？我们行事何须在意这些凡夫俗子的猜测？哼，昆仑圣地的麻烦与我子府圣地有何关系？天骄大会出了事，也幸亏圣子有大气运，方才逃脱。我子府不去找他们的麻烦就算了，难不成他们还敢来找我们的麻烦？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？比如准备好如何应对各方势力的质问？质问？我子府圣地的圣子是单凭一点点嫌疑就可以来质问的吗？说起嫌疑，踏入乱世争夺天命的人，谁没有嫌疑？我还怀疑这是他江不凡的手笔呢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扫平障碍，坑杀年轻一辈的天骄。诸位可不要忘了，我子府圣地的圣子是一位绝景天骄。什么是天骄？天骄就是那些还没成长起来的天才。既然还没成长起来，那就说明有些事儿他是办不到的。就比如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正所谓捉贼拿赃，有些事儿是要讲证据的。如果没有证据，就把这个屎盆子往圣子的脑袋上扣，那我们子府圣地也不是吃素的。光凭猜到了又怎样，就可以来子府圣地拿人吗？放眼整个中庭，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敢夸下这个海口，哪怕是昆仑圣地也不行。我们平均年龄快2000岁了，活了这么久，有些事情怎么做，你们应该清楚。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，若没有胸襟和胆识，我们如何招揽精彩绝艺的天骄？众人暗自盘算，无论天骄大会之事是不是陈长生所为，单凭他展露的天赋，子府圣地给他一个圣子之位，都是稳赚不亏的赌局。言之有理，想要招揽这样的天骄，确实需要付出些代价。那72狼烟怎么处理？前段时间他们还洗劫了圣地的一处据点，损失倒也不算多。若是看在陈长生的份上，和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目前这段时间，子府圣地和72狼烟绝不和解，而且圣主还会亲自征讨72狼烟。既然陈长生是圣子了，和72狼烟都算亲戚了，怎么还要打？
当初圣主要招揽陈长生，老夫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。你们知道圣主是怎么回答的吗？狗老六，商量大事我们敬你3分，但如果你继续卖关子，我们可就要和你切磋一下了。不准你再叫一遍！打就打，我怕你们呀！老六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。我们这帮老家伙寿元本来就不多了，你在这儿卖关子，那不等于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哼，当初圣主是这么回答我的，他说中庭最近比较乱，子府圣地很可能会遭受到袭击。如果72狼烟来犯，他要亲自和乌力过招，让我们都不要插手。圣主真是这么说的？这是当然。那这个事情有把握吗？不知道，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在圣主手里，在乌力手里，甚至有可能在陈长生手里，但绝对不会在我们手里。圣主做的一切，既是为了他自己，也是为了圣地。如果只是为了一个陈长生，子府圣地的这笔生意有点小亏，但如果要是再加上72狼烟和乌力，这笔生意可就赚大了。你们有些人可是和乌力交过手的，乌力的强悍，你们应该深有体会。大长老，我觉得东边的一个城池应该倾注些资源，200万神元怎么样？这个建议好，我们还可以让圣主亲自坐镇。虽然偏僻还有72炎烟，但凭圣主的实力，绝对没问题。这件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安顿好陈长生。叶恨生和苏天都是一流的天骄，也是东荒强国的继承人，同时这2人更是对陈长生言听计从，所以只要留住陈长生，就等于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。这关乎子府圣地的千年大计，若是谁搞砸了，可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吗？不是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而是你可以在这些东西内自由挑选。子府圣地的奖庄机制很简单，一切都靠积分说话。所有的弟子都需要靠做任务获取积分，毕竟圣地的资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记名弟子全靠自己，外门1000积分，入门1万，内门也就是准圣子10万。你们子府圣地的待遇这么好的吗？哼，10万积分等于10万金神元，那我在这1年什么都不干，躺平就能有100多万。想得美！从入门弟子开始，每年必须完成相应任务，不然身份等级会降低的。而且兑换有限制，等级越高，限制越小。以你们现在的等级，大多宝物都能换了。至于真传弟子，也就是圣子圣女，就没限制了，不用强制任务，50万金神元以下随意调取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得好好赚了。以前在72狼烟，那可是拿命换资源啊！现在做点小任务就有资源，这日子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规矩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任务去哪里领取？快告诉我！就在我们刚路过的天机阁里面，那里面除了领取任务，还可以发布任务。领任务会附赠基础情报，但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情报，这就需要花费积分兑换了。想去就去吧。我的圣子大人，公孙怀玉他们去做任务了，不知您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小女子愿意全力协助。我要做的事情就不用你帮忙了，反倒是你需要做一些事情。既然公孙怀玉去做任务了，你也去接几个任务吧。如果等我处理完事情之后，你的任务总数超过公孙怀玉，新的修行之法依旧是你的。你真的愿意教我？公孙怀玉所练的修行体系绝非等闲，矿脉上的事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先前的赌约不是为了戏弄你，而是为了让你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与人。经过这件事，相信你应该会长记性的。公孙怀玉和你并称为中庭3大美人，你们俩的情况都在伯仲之间。要是这次你还是比不过公孙怀玉，或许你真的没资格征战这个乱世。我承认公孙怀玉在修行之路上比我领先了一步，但我终究会超过他的。有这个信心就对了，快去吧。哼，去就去，你到时候等着看就行了。这不对呀，
你是圣子，我是圣女，按道理来说我们是平级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安排呢？我们确实是平级，我也没有资格指挥你。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听我的话，甚至我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你。问题是，这个指挥权你敢接吗？还是说，你打算召集子府圣地的长老们开个会，仔细探讨一下我们之间谁做主这个问题？我的长生圣子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下次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，别这样拐弯抹角的骂我笨了。挖空3座大山，底下更是绵延500多里。圣地就是圣地，底蕴果然深厚。子府圣地新任圣子陈长生，持大长老令前来观看典籍。多谢前辈。怎么可能？拜拜仙尊居然是3万年前的存在，还能和天命者一争高下。这寿渊也太长了吧！无限接近天命之人的强者，真的能活这么久？3位天命者。为什么时间越往前记载就越模糊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。这些断层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连圣地都没有记载？还有这几位天命者也是，为什么会越活越短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准天命者们到底在和谁战斗？不能再说下去了，有些想法绝不能在子府圣定里说出来。拜拜仙尊的石棺、青铜古殿、不知名的不详，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圣地连10万年前的琐事都有记录，怎么可能对青铜古殿只字不提？唯一的解释是有人在故意淡化青铜古殿的存在。至于这个人到底是圣地还是不可名状的存在，越是探寻真相，眼前的迷雾就越多。3位天命者曾在天命后都不约而同的消失，各大禁地早就逛遍了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偷偷去了青铜古殿。先生救命啊！子府圣地欺负人！见过圣子。子宁，怎么回事？圣子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圣女和他们3个把天机阁7成的任务都接了，这样下去我们就没任务可做了。你们4个把子府圣地7成的任务都接了？先生，能者多劳嘛，我也是想出一份力，但这事儿主要怪子宁，要不是他来抢了2成，我们最多也就接5成。长老说，在圣主没回来之前，子府圣地所有事情都由圣子处理啊！圣子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讲道理，这种情况我真没想到。这事我暂不好下结论，诸位随我一同前往天机阁，了解清楚后再给答复，如何？这就是天教大会上的圣子啊！咱们出去底气更足了。老朽见过圣子。圣子，近2个月的任务情况都在这里了，
具体情况您自己看吧，我实在不知该怎么说了。整整1夜，4成都他俩接的，这哪里是接任务，这简直是进货啊！圣子，真不是我们闹事，实在是圣女他们不给我们留活路呀！长老，天机阁的任务可以多增加一些吗？加不了，需求不是天天都有，圣子应该明白这道理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没有需求，我们就创造需求。如今正当乱世，有很多事需要去做。天机阁掌控情报网，长老，最近2个月中田都发生了什么事？韶光圣主陨落，各大势力联手绞杀不灭谷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件事。长老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只要不涉及圣地机密，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也没什么关系。既然您这么说，最近中田有谣言称不化谷是圣子你引出来的。有证据吗？啊，什么证据？长老，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有证据吗？圣子说笑了，既然是谣言，自然没有证据了。那我们子府圣地有吗？没有，我子府圣地没有查到任何证据，表明这件事情与圣子有关。既然我子府查不到，那其他圣地也别想查到。没有证据最好。那长老知道这些谣言的来源吗？天机阁已经探查清楚了，谣言的源头是狂龙堡。怀玉，我记得天骄大会上有个人好像也是狂龙堡的。当时你说72劳烟会兵发狂龙堡，中田有2个狂龙堡吗？先生，你不说，我差点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天骄大会的事情这么多，我还没把消息送出去。你呀，真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啊！天骄大会的事情太多，我的预测有些不准，要不先生稍等2天，我觉得过2天我的预测应该会准。过去就过去了，这种小事情不必纠结。长老，我身为圣子，应该能发布任务吧？可以。圣子不但可以发布私人任务，而且还可以用圣地的名义发布任务，但是以圣地名义发布任务，积分不能超过100万。原来是这样呀！我私人再出2000万神元，劳烦长老帮我发布一个任务。任务的内容很简单，抹杀狂龙堡。圣子，按照规矩，你确实可以发布这个任务，但抹杀一方势力毕竟不是小事，要不还是再等等吧。狂龙堡公然污蔑子府圣地的圣子，也就等于公然污蔑我子府圣地。对于这种事情，我子府圣地绝对不能善罢甘休。就算我陈长生能忍，想必诸位子府圣地同门也不能忍。一个小小的狂龙堡灭就灭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圣子，灭狂龙堡不是问题，但子府圣地抽不出太多力量。圣地顶尖被圣主带去剿灭不化谷了，剩下的要防守圣地。若继续抽掉，圣地的防御恐怕会出问题。长老误会了，这次剿灭狂龙堡的任务不需要随行长老。圣子，这恐怕不行。如果没有高手坐镇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诸位，正所谓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狂龙堡只是一个2流势力，如果我们子府圣地派出长老前去，定叫狂龙堡瞬间灰飞烟灭。但如果仅凭我们去抹杀狂龙堡，那么狂龙堡就会成为一个稍微有点难啃的硬骨头。我陈长生初来乍到，永远相信子府圣地是一个能打硬仗的圣地，不会因为对手强上那么一点就缩回龟壳里当缩头乌龟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永远都只会是吃屎的狗。灭了狂龙堡！灭了狂龙堡！灭了狂龙堡！消灭狂龙堡！按照子府圣地的规矩，这种大型任务7成战利品归圣地所有，执行任务的弟子只能拿到其中3成外加任务奖励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以前圣地长老帮我们压阵，他们出了大力，应该拿7成。可是这次任务他们没有出力，所以他们只能拿3成。这3成是回报圣地，剩下的7成全是你们。子府圣地长老会有令，此次任务奖励由圣地承担，所有事宜圣子全权指挥。若有不听指挥者，圣子可先斩后奏。凡是参加此次任务的弟子，无论任务成功与否，全部视为任务考核达标。圣子威武！杀！灭了狂龙堡！诸位，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吃肉还是喝汤，你们自行考虑。既然是团队任务，自然需要几个领头的，他们4个就是你们的领队。若觉得他们不够资格，你们可以挑战他们，打败他们，你就是领队。但我有言在先，一旦兵发狂龙堡，途中若是有人违抗命令，可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
我不服，我要挑战领队之位。来战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少斤两！我们要挑战你们！终于能够独自面对一切了，再也没人会说那是理所应当。天罡断体诀和百拜仙尊的拳法，要是还领悟不了精髓，或许你们真的不太适合征战天下。大才，能创出如此旷世绝伦的功法，这天命之争定有他的一席之位。大长老，圣子创出的修行体系如此卓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圣子完善一下这套修行体系？把你那点小心思给我收起来！若是让我知道有人因为这种鼠目寸光的想法影响了他，老夫亲自把他的脑袋摘下来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即将面临寿元将尽的问题，我狗六同样也是如此。但渴望延长寿命，不等于要做出蠢事。陈长生必定要参与天命之争，他会需要很多帮手。争夺天命开始，他会眼睁睁看着子府圣地因为功法差人一头吗？一旦他承载天命，体系也会流传天下。所以你们最好收起那些愚蠢的想法。诸位，或许你们有些人还把陈长生当成娃娃来看，但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从这些天的接触来看，公孙怀玉等人对陈长生可谓是马首是瞻。说得更直白一些，公孙怀玉等人的修行根本就是陈长生在指点。这三人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，平心而论，你们有10成把握去指点这3个年轻人吗？你们做不到的事情，陈长生做到了，这也就说明他的实力已经在我们有些人之上了。修行界以强者为尊，若是倚老卖老，陈长生未必会给诸位留面子。有些事情可要三思而行啊。二长老，话虽如此，可是3长老和5长老那里怎么办？他们一直是重战派，等不化谷的事情解决之后，陈长生和他们恐怕会起冲突啊。有冲突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狂龙堡是陈长生对子府弟子的考验，3长老和5长老则是子府圣地对陈长生的考验。若是连2个老骨头都对付不了，他也没资格获得圣地的全力支持。那句话我很喜欢：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是狼是狗一试便知。一言不变的规矩维持太久了，我更想看看他陈长生能不能把整个中剑的天给翻过来。圣主这次好像真的给子府圣地带回来一块绝世美玉啊！恶婆娘，你说苏天他们到底会不会败？贼丫头，你说话最好放客气一点，小心我把你囚禁起来，让你生上10个8个孩子。虽然我欣赏叶恨生和苏天，但他们败局已定。我子府圣地的内门弟子不是外面的那些酒囊饭袋，1对1他们都未必能赢，更别说车轮战了。之所以打到现在，那是因为内门弟子当中的高手还没出马。若是一下将2人打败，这多少会让陈长生的面子挂不住。2位的实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如今你们消耗甚多，不如以平局收场如何？没有平局，在我这只有输和赢。要是你们打成了平局，全都给我滚蛋！看样子圣子似乎不允许出现平局啊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就只好得罪了。听闻苏兄所修行的功法乃成天罡断体诀，可以借助星辰之力。在下所练的绝学正是摘星手，苏兄小心了。在风于心出手的瞬间，在场的众子府弟子就已经预测到了结局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苏天自己。这个风于修好像有点看头的样子呀。我估计苏天30招之内就要败了，不是30招，15招之内苏天必败。在我晋升圣女之前，这个风于修便是我最强劲的对手之一。他的摘星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当初我也只是险胜1招而已。若不是他的修行天赋低一些，子府圣地的圣子之位恐怕就是他的了。骗你干什么？摘星手是偏向于外修的功法，若不是他天赋不够，又怎么会去练这门绝技呢？终究无法登顶巅峰，多少是有些可惜的。有没有这么夸张呀？
连你也只能险胜一招。那风余修是你强健的对手之一，其他人是谁？就是他，他叫杨峰，疯子的疯。他所练的功法是子府圣地另外一种绝学风魔拳法。另外，他还是4长老的关门弟子，实力绝不在我之下。之所以没能爬到圣子的位置，是因为风魔拳法有个弊端，那就是修炼这个拳法的人容易入魔。圣子圣女是一个圣地的准继承人，想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不但需要实力，还需要脑子。你该不会是在骗人吧？就你这样的还有脑子？除了胸大一点、屁股圆一点，外加长得还行之外，我没看出你有什么优点呀。我现在确实打不过你，但我不是输给了你，我是输给了陈长生。因为新的修行之法绝对不会是你这么一个贼丫头能想出来的。陈长生闭关之前曾经给了我一个承诺，只要我完成任务的数量超过了你，他就会把新的修行之法传给我。迄今为止，我完成的任务比你多出30件，所以你嚣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。你耍赖！要是你不利用关系私自多接了任务，你的数量不可能超过我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失败者总会给自己找理由。子府圣地是我的主场，有这个优势，我为什么不利用？你别嚣张，我一定会说服先生，让他不要教你。想去就去吧，就算先生反悔，我也有办法让他教我，毕竟我也是有优点的。你有什么优点？我怎么没发现？优点你已经说了呀。虽然我不一定能变得很强，但我能给他生儿子呀，到时候我就有资格指挥你这个贼丫头了。你，哼！就在子宁和公孙怀玉斗嘴的时间，苏天吉已经交手10多招了。无一意外，叶恨生和苏天两人都被打得吐血。看着面前强悍对手，两人心中皆是焦急不已。之所以急，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输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反败为胜的关键，但是却一直找不到这关键所在何处。天罡断体诀如果只是一部炼体功法，那它就不会在玄武国长久流传。原来我真的把天罡断体诀用错了。终于想明白了，还不算太笨。没错，天罡断体诀不是炼体功法，它是一本彻彻底底的内修功法。星辰之力融入修行者的身体后，会迸发出很多奇妙的作用。天罡断体诀只是一个催化剂，悟出来从此道路宽阔，悟不出来一辈子碌碌平庸。很显然，苏天悟出来了。你找到了自己的路，这场比试是我输了。现在的你赢了，但是将来的你输了。切，居然直接认输了，真不要脸！众多子府弟子对于风余修这种不战而败的行为大为鄙视，可是灵庭中的陈长生却来了兴趣。苏天和风余修的交手自己看了，这个风余修的实力其实是要远高于苏天的。虽然苏天领悟了天罡断体诀的奥妙，但是凭他现在的状态和修为，还是没有机会战胜风余修。然而风余修之所以认输，是因为这场比试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风余修已经快要达到他目前的极限了，他的修行天赋严重限制了他的上限。现在的修行体系花样百出，但是除了自己提出的修体，大多数的修行体系都没能脱离灵根那一套。根据自己的估计，这个风余修最多只有下品灵根的资质，就算他打败苏天，他也不会是公孙怀玉这种顶尖天骄的对手。既然永远无法看到山顶的风景，那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帮别人一把。说的更简单一点，风余修此人生不逢时，如果他生活在其他时代，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。果然是乱世出英雄，随便逛一逛都能捡到个宝贝。要是风余经转换一下修行体系，他会不会一飞冲天，然后把所有天骄按在地上摩擦呢？这个想法很有意思，值得好好考虑一下。苏天的战斗结束，可是叶恨生的战斗却还在持续。与苏天这种在危急关头突破的情况不同，叶恨生从一开始就稳扎稳打。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出拳，叶恨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了。自己施展的不是独属于自己的拳法，这是独属于不败道人的拳法。想要真正领会这套拳法的真谛，自己就必须要做到人拳合一。拳法即是我，我即是拳法。自己的二师父将执念融入拳法，所以他的拳法刚猛有劲，无坚不摧。而陈长生则是将过往融入到拳法之中，看遍三山五岳，他把一生尽数凝于拳中，出拳便如巨浪奔涌，无人可挡。长生的苦楚难以言说，这一拳便是漫长岁月的宣泄。停手！杨峰挑战失败，叶恨生没能在规定时间击败所有挑战者，
所以第4领队取消。本次领队有3人，分别是公孙怀玉、子宁以及苏天。本圣子给所有子府弟子半个时辰的时间，你们准备好武器和弹药，考虑好加入哪一个领队。若是害怕这次任务的危险，你们回去之后就不用来了。你们4个土在这儿干什么？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去准备一下吗？先生，你不怪我们？我怪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能把天机阁的任务接光，那是你们的本事。修士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因为我们要与天争，与地争，与人争。至于现在出现的小状况，完全是因为你们能力不足造成的。而我作为子府圣地的圣子，有责任处理这些麻烦。要是因为这种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情而责怪你们，这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你们得学着习惯了，那就是像我一样给手下的人善后。我现在统领整个子府圣地的年轻一代，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细节都替你们处理好。这一点我相信你们应该是深有体会的。纳兰镜、完颜月、左星河这些人都是一方势力的掌权人，他们应该也不能照顾到整个势力的所有细节吧。同理，我陈长生也不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照顾到所有细节，这些事情只有靠你们来完成。要是你们完成不了，死的只会是那些相信你们的人。所以你们担心的不应该是我会不会怪你们，而是战斗结束之后，你们有没有脸去面对那些相信你的人。然而现在自己也要成为曾经的长辈了，自己也要学会替别人善后了。当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不管你有没有能力，你都要拿出解决方案来。至于这个方法是对是错，事实会验证一切。你所修炼的拳法有些特殊，它需要随着时间的磨练才能变强。你刚刚领悟其中的真谛，打不过一些人也情有可原。要不要我替你找个理由，重新让你当上领队啊？多谢先生抬爱，但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辩解的。只有失败者才会给自己找借口，成功者往往是找原因。此次任务，我愿意作为普通人员参与其中。我选择苏兄的队伍。这个想法还行，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吧，我在山门外等着你。狂龙堡单从人数上来说要比我们多，想要攻打一方势力，不能像乌合之众一样冲过去。不错，若是一窝蜂冲过去，即便胜了也是惨胜。先生这是在考巧我们。半个时辰过去，1000余名子府弟子齐聚山门，虽有人退缩，但大事已成。战场厮杀本就不是每个人的选择。子宁与公孙怀玉光芒太甚，反倒是实力居中的苏天成了多数内门高手与普通弟子的归宿。共计1080位弟子已经全部集结完毕，请圣子下令。苏天为中军正面强攻，子宁由侧翼进攻，公孙怀玉为预备队防范外敌。领命！狂龙堡势力隐约扩张，天机阁判断背后有高人支持，能顶住子府圣地压力，背后势力不简单。不过他们只敢暗地搞小动作，不必太担心。狂龙堡位于3大圣地交界处，昆仑和瑶光绝不会眼睁睁看我们将其收入囊中。一旦另外2个圣地出来和稀泥，我们这次征战恐怕要无功而返了。从人数上来说，我们这次的进攻是不占优势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获胜，就必须速战速决。中军进攻狂龙堡只是佯攻，真正的绝杀则是子宁的那200人。你们需要绕过重重阻碍，直扑狂龙堡心脏的位置，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狂龙堡重创。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，稍有不慎便会身死道消。你有没有把握？定不负先生所托。苏天，你虽然是佯攻，但你的任务同样也很艰巨。面对你们的攻击，狂龙堡一定会疯狂防术。你们不但要尽量将狂龙堡的高手吸引出来，而且还要在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下，快速向两侧移动，形成包夹之势。一旦子行给狂龙堡造成重创，你们就要从佯攻变成主攻，由外而内，一口吃掉狂龙堡。先生，从地势上来看，想要形成包夹之势，需要路过烈风客栈和金光洞。金光洞是昆仑圣地的势力，烈风客栈是瑶光圣地的势力。仓促之下，他们恐怕不会接到吧？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，自己解决。不管是谈判也好，强攻也罢，
3个时辰如果行不成包夹之事，提头来见。要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还要你们干什么？先生，那我们的任务呢？我们可不比他们弱，总不能让我们坐冷板凳吧？你这样让我怎么回去和那200名弟子交代？你的任务比他们2个还要重，你的队伍要驻扎在这个地方，此处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还要负责支援子宁和苏天，一旦有狂龙之外的势力插手，不管来多少人，你要拦住他们3个时辰，拦不住，同样提头来见。这块区域目前能影响战局的，就只有金光洞和烈风客栈，可苏天界道并不一定会起冲突。要是这2方势力都当了缩头乌龟，那我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？有长进，居然知道提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。如果金光洞和烈风客栈当缩头乌龟，等苏天和子宁灭了狂龙堡之后，你们就后队变前队，吃掉这2方势力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因为谣言才针对狂龙堡吧？如果真的只是报复狂龙堡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至于这么大费周章，我真正的目的是这整块地盘。此处位于3大圣地的交界处，也是3方的缓冲区域。按理来说，此处的势力应该由3大圣地各自扶持一脉。可是近几百年来，昆仑圣地不断壮大，最终导致了子府圣地失去了这块地盘的掌控。现在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这块地盘拿回来。等日后争夺天命的时候，子府圣地可就掌握了一份主动权。对付狂龙堡，昆仑和瑶光许会袖手旁观，可如果对金光洞和烈风驿站动手，昆仑和瑶光2大圣地应该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现在没有力量抵御这2道防线了。不，我们还有其他力量抵抗这2大圣地。什么力量？我会替你们挡住瑶光和昆仑的干扰。你们要在这段时间里拿下这3方势力，剿灭狂龙堡3个时辰，金光洞和烈风旅站给你们准备9个时辰。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干扰不了你们的行动。12个时辰之后的结果如何，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。圣子，虽然中田的顶尖势力都在对付不化谷，可是江平和扶摇依旧坐镇圣地，你真的有把握拦住他们吗？我陈长生说他们过不来，他们就一定过不来。我信任你们，希望你们也不要让我失望。陈长生给所有人搭建了一个舞台，此次任务若是成功，所有人都能名扬天下。然而这舞台也是一块试金石。小黑啊，这次估计是一场硬仗了。我养了你这么久，待会儿打起来你可要帮我呀。好你个白眼狼，真是一点都指望不上你。小金交给你，饕餮根骨也给你，有这2件大杀器，你应该能团住扶摇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我心意相通，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公孙怀玉的关系摆着那儿，扶摇那家伙应该不会下狠手，反倒是你要小心一点。如果你这里出了问题，我可就扛不住了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以陈长生目前的修为，本我离体的距离不能超过1000里，时间不能超过12个时辰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苏天们才会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。苏天和狂龙堡的战斗很快就打响了。诸位，我狂龙堡并没有冒犯子府圣地，尔等为何？此战讲究速战速决，自己多拖延1个呼吸，其他人就会多一份危险。所以自己必须趁着狂龙堡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消耗狂龙堡的力量。狂徒无礼，敢犯我狂龙堡者，死！面对敌人的反扑，苏天并没有慌张，毕竟带兵打仗这种事儿自己一点都不陌生。玄武国的一字平肩王，怎么可能不会带兵打仗呢？铁修上前，阵法小队快速破解阵法。内门弟子挡住狂龙堡长老，战宠负责清理低级修士，外门弟子随我冲杀。至于一些擅长其他东西的弟子，则是躲在众人后面疯狂输出，比如用毒、驱使灵兽、符赞、幻术。拥有深厚的底蕴，除了能培养出天骄之外，还能培养很多专精其他修行的弟子，比如炼气、炼丹、培养灵兽。这些弟子可能修为不高，但是他们在某一条道路上却走得很远。一旦大规模的战争开始，他们很可能会发挥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。几月不见，你已经当上了瑶光圣主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这就是你所创的修行体系吗？果然非凡。哎呀，
不值一提，我就是苦力的命罢了。今日再遇扶摇兄，我们何不坐下来对饮一杯？你攻打狂龙堡，我不拦你，但为什么你的排兵布阵还针对起了烈风客栈？烈风客栈乃是瑶光圣地扶持的势力，你不会不知道。污蔑！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！我陈长生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针对烈风客栈的意思。如果我说了假话，那就让狂龙堡少主万通不得好死。烈风客栈你想要，那便拿走吧。这一次是你赢了，下次你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他这是在夸你呢。不用这么紧张，若是想杀你，你就活不到现在了。当初有人认为你才是天命之人，所以对你多加投资，只可惜棋差一招算漏了一点，多少有些可惜了。乱世就是乱世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。既然你现身了，不自报一下家门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呢？我的身份相信你应该已经猜到了，鄙人姓张，名白忍，来自你们口中的荒古禁地，同时更是百拜仙尊的大弟子。算起关系来，你得叫我一声师兄。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别想着逃跑了，若是你本体亲至，我们未必拦不住你，但仅凭你一个分身，我们想要拦住还不是什么问题。逃不了就逃不了呗，想干什么直说，少在这拐弯抹角的。你们如果想要这块地盘的话，我撤军就是了。这块地盘我不感兴趣，也没有将它放在眼里。你想要拿去便是，别说是这块小小的地盘，就算是天命，我们也可以让出来。虽然现在天命已经注定，但如果荒古工地想要改变某些东西，还是做得到的。改变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承在天命之后还能被更改？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的事，只看能不能付得起代价。天命者虽然天下无敌，但也并非没有办法击杀。百人兄的茶叶好生有意思，小弟可从未见过。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特产，名为悟道茶，每过1000年方能产出1枚，饮下之后能帮人道心清澈，若是有机缘者，更是可以进入顿悟的状态。白忍兄，刚刚的事情我可要批评你了。我们3人好不容易坐下来谈一谈，你居然拿出了什么悟道茶？扶摇兄和你都是1顶1的天骄，要是你们喝了这茶，一下子陷入顿悟境界了怎么办？这不是耽误我们的谈话吗？悟道茶就算了，还是喝我带来的茶吧。陈兄言之有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想必陈兄拿出的茶叶一定有什么独到之处吧？我这茶没什么特别的，真要说有什么特点，那就是特别的苦。这个茶是我亲手种下、亲手采摘，外加亲手炮制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个茶当真值得品上一品了。陈兄，此茶苦涩难咽，为何你却能面不改色？杯中之茶再苦，能苦得过一个人的人生吗？当我们经历过更苦的事情后，再来喝这苦茶，自然就能甘之如饴。陈兄心境远超在下，佩服。好了，茶已经喝过了，现在我们来谈点正事吧。当初我进入荒古禁地，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吧？是的，百拜仙尊与荒古禁地有些渊源，你能得到他的石棺，也算是他的半个弟子，所以你没有死。原来是这样呀！我就说我当初怎么稀里糊涂的活了下来。照这样说，我在荒古禁地获得的东西，也是你们故意给的？差不多吧，饕餮根骨和那些小玩意儿。荒古禁地虽然不放在眼里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带出去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或者杀了我背后的天命者？以荒古禁地的实力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应该并不是很难吧？哼，荒古禁地想要杀人确实不难，
但是想要杀天命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，特别是踏入了第6境的天命者。天命者一旦踏入第6境之后，身上的天命已经初具雏形，一般情况下很难将其杀死。没有10成的把握，荒古禁地也不想去招惹这种未来天下无敌的强者。这一世的变数远比想象中要多。我终于知道扶摇为什么会说这一世输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应该感知到天命者踏入第6界了。当初在荒古禁地，你们对我进行投资，估计是觉得我有机会成为天命者。如果我真的成功，到时候就会和荒古禁地结下一份香火情。与此同时，荒古禁地还派出你争夺天命，最后你我之间无论是谁获胜了，荒古禁地都不会亏。可你们千算万算，始终没算到，真正的天命者是我背后的人。哈哈哈哈，分析得很到位，一切情况都如陈兄所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认为陈兄就是天命之人，当时的你丝毫没有踏入第6境的表现，所以我也就没有立刻痛下杀手。毕竟想要打败你这样的天骄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自然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。但谁能想到，就是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真正的天命者居然踏入了第6境。如今大事已成，就算我也回天无力了。所以白忍今日才会来请陈兄帮忙。你和我曾经有过约定，你答应帮我解决天骄大会上的一切障碍。方千成是我自己解决的，现在我不要求你对付方千成，你帮我弄死他怎么样？那你完成曾经的约定了吗？就算我愿意帮你出手对付他，荒古宁地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可没那个能耐帮你扫平荒古宁地。百刃兄不要见怪，我刚刚是和你开玩笑呢。现在我们还是接着来聊正事。第3个问题，白忍兄先前所说的下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那青铜古殿上的巨手代表着什么？他们会不会再次降临？这些问题，在下暂时不能告诉你。等陈兄什么时候达到这个高度，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没事，既然这些东西不能说，那再换个问题。天命者为什么会针对禁地？青铜古殿下的不祥与禁地有没有由？陈兄，怎么，这些问题也不能问吗？一杯茶的交情，只值3个问题，机会陈兄已经用完了，继续追问就有些贪得无厌了。不问就不问了吗？拐弯抹角的骂我干什么？荒古禁地的条件我答应了。作为没有回答第3个问题的补偿，我可以另外告诉你一个消息。想救活你身边的那只神兽白泽，你需要去幽冥森林走一趟，那里或许有办法可以救他。这个幽冥森林在哪儿？东荒，想要找到幽冥森林，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？该不会是故意坑我吧？放心，我说的话绝无半点虚言。如果幽冥森林都救不了白泽，天下就没有办法救他了。唉，看你这么信誓旦旦，我心里更慌了。要不你替我去幽冥森林走一趟吧？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我不会去幽冥森林的，那种地方就算是我去了也得死。这一世的天命已定，但下一世的天命我志在必得。所以像你这样的对手，我自然要坑死你。就算坑不死你，也要想办法拖住你的脚步。你说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！果然不愧是禁地之子，脸皮比一般人厚多了。就冲你这份礼物，等我以后有时间了，我高低得把你从荒古禁地里刨出来揍一顿。哈哈哈哈！如果有胆子，那你就来吧。当我承载天命之后，我要建立一个统一天下的势力。到时候你败给了我，我会给你在天庭当中，给你留一个看门的位置的。下一世的天命，你好像又要遇到强敌了。你不会又要暂避锋芒吧？这样左退右退的，你得退到什么时候？我有我自己的选择，不用你操心。救活我弟弟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一个永远都不会失效的人情。不是你不去幽冥森林走一趟？陈长生，我其实很羡慕你，因为你无拘无束，可以在这片天地间任意逍遥。但这世间的人，不是谁都能像你这样的。这是方千成的风雷双翼，当初被不化谷撕了下来，我替你保存了一段时间。有风雷双翼架住，你在幽冥森林的存活的几率会大上多说。
你们这些家伙身上的秘密怎么这么多呀？你们干脆起个外号叫秘密人得了。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，出来逛一逛就有宝贝进账，这样的生活真是太美好了。本体好像和昆仑圣地打起来了，我得赶快回去帮忙了，不然他要出问题。不是，你们3个打我1个，这有些不公平吧？这家伙的肉身到底有多强呀？圣地2位长老再加上自己，打了这么半天，硬是没给他造成一点点伤势，这说出去都没人信，太欺负人了！今天这个事儿不算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同为天骄，我不可能比你差这么多！强，太强了！仅凭肉身力量就击溃了我的修为，精气神混元一体，根本找不到弱点。早就叫你们不要以多欺少了，你们偏不听，这下挨打了吧？12个时辰之内，昆仑圣地不得跨过界碑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放肆！挟我拳之人切记，拳法可以输，但拳势不可弱。一拳打出，定要对手肝胆俱裂。回来吧！圣子就是圣子，居然能让昆仑圣地的那几个老不死的低头！我就说嘛，咱们圣子岂是池中之物？这下看那些门派还如何敢小觑我子府？从今以后，谁敢说圣子的不是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可拉倒吧，圣子的实力未必比你弱，就刚刚那种拳法，你能接住几拳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气血已经开始干枯，而圣子却正值当打之年。交手时间一长，圣子能活活拖死你！会不会说话呀？搞得像你很年轻一样。圣子强大，这就说明我子府圣地才是天命所归。如今圣甲虫在圣主手里，等圣主回来之后，就让圣甲虫测一测圣子的气运。若圣子是天命之人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承载天命。那乌力怎么办？他同样也很强啊。若是乌力也加入了子府圣地，那我们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一起培养了。想不到天骄太多也会成为一种烦恼，真是让人无奈呀。果然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子府圣地难啊。虽然我们是一伙的，但你这种凡尔赛的行为让人很不爽。话都让你说了，我们怎么装逼？疼死我了！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麻烦，看样子还是在肉体上下功夫。丹药的恢复需要时间，若是不能做到快速的肢体重生，与高手交战始终会出现破绽。好你个小黑，想不到你居然是神兽白泽，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骗得我好苦。你这家伙，因为老子的毛是白色的，你居然叫我小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真是傻狗有傻福。按道理来说，你应该必死无疑，可是我居然找到了救你的方法。这10年，辛苦你了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估计又要为你奔波了。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大，你以后可不能当白眼狼。阿丽那边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是她自己的事了。
天命者踏入第6境之后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他了。就算能威胁到阿丽，这种危险也不是我可以应对的。鸟儿终要自己展翅飞翔，我不可能永远护着它。等阿丽和纳兰镜的事情成了，我也差不多可以功成身退了。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，这场宴席也快要结束了。去！总感觉有人在念叨我，该不会是有人想布局坑我吧？还能是谁？怀玉那个丫头念叨你了呗？那丫头是个没良心，出去之后早就玩疯了，怎么会惦记我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总感觉心里有种莫名的悸动，这种感觉很怪，说不上来。老大，你怕不是红鸾星动了吧？我们72狼烟估计要多一个压寨夫人了。去，少在这贫嘴。女人就是个麻烦，我可没这个心思。我收到消息，子府圣主会从这儿路过，到时候我们干票大的。一旦成功，我们未来10年的资源都不用愁了。不过在动手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能伤到子府圣主。老大，这恐怕不行吧？子府圣主身边高手众多，我们不下狠手，怎么打得过他们？这是命令，少在这里讨价还战的。先生明明已经加入了子府圣地，子府圣地是盟友，为什么先生却让我绑子府圣主呢？想了2个时辰也想不通。算了，照做就是。哈哈哈哈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圣主大人，你好像不太早孕呢。72狼烟的统领怎么这般粗鄙？我是来绑票，又不是来提亲，要什么新花样？这娘们脑子有病吧？少啰嗦，快束手就擒，不要指望有人来救你。我布下的阵法，外面的人一时半会儿进不来。不用担心，长老们已经从另一条路回去了。这女人怎么感觉像是在等我绑架她一样？方圆千里之内，子府圣地的人只有我一个，想要抓住我，你得拿点真本事出来。另外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你乌力该不会靠人数来压制我吧？我总感觉你是故意来送的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呀。哼，小娘们口气还挺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位子府圣主。已经踏入第6境了，得收着点力。先生，任务完成了，很好。杀了多少人？高层修士18人，中层修士1320人，底层修术以万计。不错，能打出这样的战损比，天骄之称当之无愧。去把尸体收拢一下，顺便清点一下这次的战利品。另外，此次领队的人留下。亲手杀人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们几人当中，除了苏天之外，应该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厮杀吧？先生，这样的厮杀还会有吗？当然会有，而且还会比这个大，比这个频繁。所以你们要习惯这种双手沾满鲜血的感觉，也更要明白一旦开战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路，其中的结果你们也要自己承受。将来你们会统领很多人，当你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好好想想今天的感觉。